大家好，我是阿当，欢迎来到 X 元镜。前面我们有说到，1938年 CBS 播放奥逊·威尔斯的广播剧《世界大战》，除了造成恐慌，该事件还一直被公认为传播学经典案例，甚至每个传播学相关专业的学生还必须研究该案例。但在最近的几年里，关于节目的大恐慌引起了学界，尤其是社会学家的质疑。当年全国性严重的恐慌真的存在吗？今天我们来翻开《未知生物入侵：局中局》下。好的节目制作非常不易，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对视频点赞转发。想要第一时间收到节目更新，不错过深度优质的内容，一定要关注我的频道 X 选镜。没有找到关注按钮，你可以点击 X 选镜头像以后进行关注，同时点击 X 选镜头像进入我的频道，你可以查看我已经制作上传的所有节目。这里有从高考作弊到教育分层，对教育社会现象的一点点思考，安全套行业中不为人知的全球第一华人代工厂和行业的一些浅谈知识。世界大战广播剧系列中，局中局还原了美国大恐慌和背后的合谋者与捍卫者。更多内容我将逐一制作上传，首先需要你的关注、点赞和转发。你的一个小动作，支持是对我们继续创作的动力源泉。感谢感谢。1938年10月31日，也就是广播剧播出的第二天，各大报业的头版内容主要是广播剧引起的恐慌表现。在这一点上，我们从头版标题就可以见证：上千人被广播剧吓倒，波士顿邮报；广播听众深陷恐慌，将广播剧当作事实，纽约时报；广播剧来自火星的攻击使千人陷入恐惧，纽约先驱论坛报。这些标题共同指向了广播剧带来的大恐慌。车祸、骚乱、上街逃亡是报道中恐慌的具体表现，也成为在之后的1个月里12000多篇报道不断重复的论断。实际上，报业报道的这些内容一直遭受了质疑。第一是在恐慌的影响范围上，是否真正造成了全国性的恐慌表现；第二是在影响程度上，是否造成了车祸、骚乱和上街逃亡的大量严重后果。2010年，美国传播学学者约瑟夫·坎贝尔出版《错误的美国新闻界10大虚假新闻》，书中第2章《不可估量的恐慌：世界大战的神话》详细说明了其中的疑问。他回顾了全国26家主要报业相关报道，并明确指出，节目带来的恐慌和大众歇斯底里并非是全国性范围。节目的确让一部分美国人害怕，也让一些人表现得不理智，但大多数人既不恐慌也不失常。他们知道节目就是一个万圣节前夕的科幻娱乐秀。但是第2天各大报业的报道推波助澜，推动了大众恐慌席卷全国的论断。但在所有的报道内容中都是个例举例、粗略的描述，而关于强调影响范围的宽度方面，从来没有一份详细而且有深度的事理论证。以头版耸人听闻的大标题界定了恐慌的大规模，就像今天每一个热点之后蹭热点的标题党。纽约时报在第2天的报道开头第1句：全国数千广播听众陷入歇斯底里。如果仅仅是几千人，在数百万的听众中，比例完全占不到主体位置。怎么样才能不再跌进广播剧的陷阱呢？我们当然不能靠随便一个权威的言论。我们都知道，论证最常用的方法，事实论证，也就是举例论证，运用真实、可靠、有代表性的事例证明论点。纽约日报标题为“虚假广播战使恐慌席卷美国”的文中，却只是报道了一名妇女在逃下楼时摔倒导致的胳膊骨折。在全国范围的恐慌表现上，也只有寥寥几个求助警察或冲出家门的案例。坎贝尔的书中记录了普林斯顿广播研究办公室的相关数据。研究人员在广播后42天的时间中，调查了纽约最大的6家医院，发现没有一家医院的治疗记录是跟广播相关，更没有相关的死亡报告。大恐慌的报道中，既没有有效的事实论证，医院调查也没有相关数据。除此之外，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布莱德·施瓦兹查阅了米歇尔根大学图书馆保存的听众写给
CBS、威尔斯以及节目制片人的近2000封信以后，出版了《世界大战和虚假新闻的艺术》。书中介绍，只有6人经历了恐慌并有所行动，大部分的人写信都是表示支持和赞许。其中给 CBS 写信的1770人中，有1066人是赞美 CBS， 写给水银剧场的信中，91%的人是积极的态度。这些信关注节目的娱乐价值，反对管制，鼓励类似的节目再播出，并且严厉批评那些抱怨节目的人。另外，当天晚上，一个叫做长岛日报的新闻编辑部在广播当晚随机对50个家庭进行了电话调查，结果发现只有4个家庭收听了 CBS 的广播，其中没有人感觉到恐慌，超过一半的家庭甚至没有收听广播。同时印证了 CE 公司全国收听率的调查结果。CE 公司对收听广播的5000多个家庭进行调查，实际只有不到2%的家庭表示收听了 CBS 的节目。数据显示，世界大战的收听率很小，也就是广播剧世界大战播放时，98%的美国人正在收听其他内容，或者根本没有收听广播。可是没有任何一家其他报社引用他们的消息，一直到长岛日报停刊多年以后，汤姆·特里尼斯基将其停刊的内容数字化放到网上，人们才看到该内容。2018年10月30号，华盛顿邮报报道，在这个拥有1.3亿的人口国家中，只有不到50名美国人因广播而惊慌失措逃到了外面。这个数字是历史学家布莱德·施瓦兹和其他人在最近10年研究恐慌范围的最新研究成果。迈克尔·索克勒研究20世纪20至30年代美国广播业时说，世界大战广播成为一个历史性的罗夏墨迹试验，媒体、政府机构甚至学术界都在这个罗夏墨迹试验中暴露了自己作为大恐慌说的合谋者与捍卫者的身份与动机。现在我们来看看大恐慌是如何被塑造的。1938年世界大战广播剧播放时，广播媒介形势风头正劲，重要的指标是收音机的快速普及。从1930年开始，以年10%的速度增长，到了1936年大萧条时期，全美所有的地区收音机家庭拥有率快速增长，达到74%。电话的普及与经济地位密切相关，但广播的拥有对于穷人来说更加具有吸引力。到了大萧条缓解至二战开始前，广播已经可以说人手必备。当时尽管报业是广告市场的主力，但到1937年，广播广告已经与报业广告持平，2年后超出报业广告，市值2000万美元，而报业广告却在1929年到1933年下滑了43%。到了1938年，两者的竞争已经持续了12年。报业除了公开否认广播是提供新闻的媒介，还直接抵制限制刊发广播时间表，甚至还在可以被广播新闻的数量上做限制。1938年世界大战广播剧引起的反响，对于报业来说是一次有效打击对手的契机。报业在头版用大号标题和零星的案例来报道广播剧带来的全国性恐慌，然后在社论中不遗余力地谴责广播的不负责任。纽约时报在社评中说道，广播是新生的，但它需要承担成人的责任，它还不能掌控它自己或者它能使用的信息。它做了很多我们报业很早就知道不能做的事情，比如把新闻和广告混为一谈。报业不仅认为广播不负责任，还从根本上否认了广播作为新闻媒介的资格。编辑与发行人周刊在社评《广播恐惧》中说道，整个国家继续面临这样的一种风险，让一个没有能力证明自己能够胜任新闻工作的媒介来传递片面的误导性新闻。广播剧带来如此严重的社会影响和广播一贯以来就存在的问题论调被报业确定以后，呼吁对广播管制也就显得顺理成章。时代周刊在事后公开承认，美国报业跟广播不是朋友，而且还将广播视为公愤。纽约时报和其他1938年的报业都渴望严惩广播。纽约美国人报在社评中说，毫无疑问，如果一个行业或者行业里的不负责任的组织不能阻止这样的事件发生，
他就不再享有比他知道的还要更加严厉的审查权利。底特律自由报也在社评严惩广播的时候到了中说道，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广播必须清除它邪恶的煽情主义，如果没有其他的办法，就必须通过某些政府行为。报业对于广播的落井下石，使得他们压倒性的负面评价强化了世界大战广播剧造成全国性范围的恐慌。这个过程非常具有讽刺感。报业在报道广播剧恐慌的过程中，既没有克制，也没有核实内容，传递的恰恰是他们攻击和谴责广播的片面、煽情和危言耸听。广播业至少在世界大战广播剧中被扣上的莫须有的罪名，都被报业道貌岸然地掩饰了一番。虽然广播业并未因此被唾弃，但报业已经成功地创造了大恐慌的神话，并借此让自己站在对广播所有谴责的道德高地。这种感觉是不是似曾相识？我们都知道，实际当晚 CBS 广播剧的收听率低，而且 CBS 与水星剧场的栏目合作，是为了对抗全美广播公司8点档的王牌节目《蔡茨与赛博恩》。铺天盖地的全国恐慌新闻报道，实际没有任何个人或者大范围的人群有重大损失，对于 CBS 并没有造成严重的纠纷。相反，这场恐慌风波带来的关注度让水星剧场的听众在随后爆发式的增长，并且带来了著名的食品公司金宝汤公司的赞助。一个没有赞助的节目从此更名为金宝汤剧场，这一点就比不上我的节目一开始就有赞助。威尔斯因此受到了娱乐圈的青睐，获得了雷电华电影公司多个影片的合约，踏进了好莱坞。你看，目前互联网上那些碰瓷营销、脱衣营销、擦边球营销等等，早就把这种现象玩透了。但这对于抨击广播的报业而言，完全是意料之外的结果。他们想让广播业从此万劫不复，结果却适得其反，反倒把 CBS 公司推向名利双收。到了1940年，广播赞助商对于广播广告相当满意，报业辛苦创造的大恐慌不仅没有拖后腿，还成功助攻。如此既得利益之下， CBS 公司不仅不用甩锅解释，反倒需要强化这个广播剧传播力量之强。1957年 CBS 公司选集系列将1938年恐慌视作为全美战役的夜晚。2003年 CBS 公司庆祝公司成立75周年，世界大战广播剧是高潮的部分，不仅 CBS， 整个广播业都从中获益。没有任何一种媒体在赞助商面前可以高枕无忧。定期庆祝这个节目以及它对大众的影响，成为了搞定赞助商的利器。2013年 PBS 播放了纪录片《美国印象》，纪念世界大战广播剧75周年。这个纪录片大量采用坎垂尔的研究，强调恐慌神话。同一年 KPCC 拿到了世界大战广播剧75周年纪念日再播权，他还专门撰文详细描述了如何获得转播权的经过，以此彰显自己在传承方面的努力。在这个事件中， FCC 的处境非常的特别。大部分国会议员认为美国广播的管理与美国价值有违背，政府机构管理广播权利的合法性受到了挑战，甚至有人希望取消这样的机构。对于广播业而言，如果 FCC 严厉打击广播业，导致广播业失去媒体价值，会引起的不仅仅是广播业的反弹，甚至是整个新闻界的联合抵制。让自己站在新闻界对立面，显然不符合自己的价值。如何既维护公众利益，又维护业界自由平衡，这是 FCC 一直遵循的价值体系。广播在1934年就已经成为高利润行业，1935年 CBS 就已经是全美最大的广播网。1934年，法案赋予 FCC 作为一个独立的专家机构永久的监督权，但 FCC 并不想让广播业因此感觉到不安。而在这件事件中，如何在国会面前展现出自己应有的价值，还能把握好分寸，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广播剧事件一出， FCC
立刻展开了节目调查，同时举行了广泛的听证会。率先的动作体现了自己监督的价值。此外 ，FCC 也获得了确实没有大范围恐慌的调查结果。对于 FCC 而言，他要做的不是调查宣布大恐慌并不存在，而是在这个默认的既定事实中做出合理的工作。在报业大恐慌论调之下，一名美国参议员克莱德·赫宁甚至提交了 FCC 对广播节目事先审查的提案。最后 FCC 邀请了3大广播网高层共同讨论。在1938年11月19日的全国广播工作会，麦克林奇说，关于节目的标准最好的指导来自听众的舆论，而不是 FCC 或者广播人自己。同时强调说，电台执照持有者是受托人，美国公众是信托的托管人。FCC 温和的处理方式遵循了自己的价值平衡，同时让新闻界心服口服。基础的广播界自我审查让议会和政治家们不得不对 FCC 刮目相看。最后，开始强硬的赫宁也改变了主张，在1939年3月撰文承认，政府应当将联邦审查留在其他自我审查手段失败的情况再使用，并表示相信广播业能够自律。显然 FCC 对恐慌的处理态度不仅成就了 CBS， 也成就了 FCC。 但是同时，因为 FCC 的需要，也默许促成了大恐慌说。除此之外，大恐慌说的产生还有其他居多因素。局中局下的节目让我们看到了在复杂系统结构中不同群体意识的表现，这其中折射出太多的影子和启示，希望给收听的各位一点点新的价值。如果没有启发，那请3年。好了，我是阿当，未知生物入侵局中局暂且告一段落。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订阅 X 全境，转发点赞，我们会制作更多深度有趣的内容。